肉人论。1987年，我作为中国作家赴法国代表团的一员到了巴黎。一天，在一位法国朋友家里谈起了法国文化。我说，法国文化的两极使我惊讶，雅的一极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和其他展览馆里，真叫人高山仰止；而俗的一极则在红灯区，那是肉人世界，俗文化变成肉人文化，也让人惊叹和难以接受。在座的那位法国朋友听了，立即严肃地反驳我说，肉人文化绝不是法国特有的，你们中国早在17世纪就有肉人文化，而且比我们还发达。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沉默了，因为我确实无法否认《金瓶梅》产生的时代里，我国肉人文化相当发达。《金瓶梅》里写了很多人物，其实就是肉人。我们交谈时所说的肉人是指妓女，即那些以肉体买卖为主要存在方式的人。不过笼统地把妓女说成肉人，可能有些人不赞成，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因为在我国古代，市场与妓结缘，妓女常常是文人的知己知音，这已成为了一种传统美谈。这种缘产生了许多凄楚动人的故事，妓女继承了一些文人的红颜知己和落魄时的精神注释。那么在文人作家的笔下，许多妓女就非常可爱，她们不仅有美色，而且有才色，肉性灵性，琴棋书画集于一身，有的甚至还有节操，等于才德貌三全，与现代的高大全人物可以比美。后来成为了我国文学史名篇中的主角者，如杜十娘、李香君、柳如是等，都是灵肉均十分动人的女性，绝不是肉人一肉字可以概括的。我读过一些叙述妓女发展史的书籍，这些书的作者描述了历代妓女对戏剧、音乐、诗词的贡献，认为妓家乃是散曲世界，倘若没有妓家女乐，中国音乐将大为减色。史书传者甚至认为宋词就是妓家文学。总之，他们认为中国妓女具有性灵传统，和西方式的纯肉搏交易大不相同。不过这个结论西方的作家恐难以同意。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羊脂球、大仲马的茶花女，这些西方的妓家不也是有灵魂的人物吗？面对以上的辩护，要说妓女是肉人，就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和抗议，所以我们还是换种说法为妥，即妓家是妓家，肉人是肉人。妓院里充满了肉人，但肉人国里并非全是妓家，这样我们就给肉人另做个妥帖的界定。我国古籍中正是把肉人和圣人、智人、神人放在一起排座次，大约始于文子。文子赞义卷7把人分为25种，肉人被列在倒数第2名。文子曰：天地之间有25人也，上有神人、真人、道人、智人、圣人，次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有工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有士人、工人、渔人、农人、商人，下有众人、奴人、渔人、肉人、小人。上五之与下五，游人之与牛马也。我觉得文子这张品人表我无法整个接受，这种人的等级排列包含着不少的偏见和暴力，把众人视作牛马，我不赞成。而文子眼中的上5种人实在太高太悬，他在解释时，上5种人中圣人竟属第5名，是因为圣人还有平常人的一面，还必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神人真人就不必了，所以神人真人又高出圣人。他说，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信，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行而从，不言而恭。圣人是否存在，我本就怀疑，而文子却列出比圣人更玄妙的神人真人，我难以认同。此外，他品评的标准还有很多值得争论的，但是文子这张表却也有精彩之处。例如其中提到辨人、肉人这种概念就很有趣。
钱钟书先生写《管锥编》中，把我国古籍中有关肉人的文字汇集一起，并加以评论，使我兴趣更浓。从钱先生所征引的文字看，肉人乃是不识大道之人，学而不思，峻景不懈之人，气少肉多之人，为欲知之之人。说法虽有差别，但大体是指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学识，而只有凡体俗躯之人。如果我们确认人应是灵与肉的结合物，那么肉人便是灵的部分几乎消失，而只剩下肉部分的人。按照钱先生的意思，文子中借黄子之口所论的25种人，除上5种之外，其他20种人均带有肉人气，即都不是纯粹的灵人。文子的论断虽苛，但并不错。所以当我们自以为是智人、知识分子时，而一旦不学不思，自己心灰意懒，又被社会剥夺了独立思索的能力，也有变成肉人的危险。文子把肉人作为一种和众人、奴人、愚人、小人并列的概念，使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以肉为特征的单面人。这种人并不是坏蛋，也不是奸王小人，只是一种无识无知之人。亚当与夏娃在偷食智慧禁果之前，恐怕只能算是肉人。不过倘若这个想法能够成立，那么岂不是说上帝的意愿，人的世界本来应当是肉人世界？尽管从德人、贤人一直到愚人、小人都有肉味，但把肉人单列一项还是有必要的。例如，肉人和小人就不能完全混同。多数小人虽肉味甚重，但他们绝不像肉人那么笨重，反之，他们往往相当机灵，常具有狐狸的小狡猾和卑鄙的心术，甚至还有蛇蝎的毒辣。而肉人绝对没有小人这种机能，倘若有，便不算肉人。此外，他们与众人、愚人有所不同。众人、愚人自然也是肉大于灵的凡俗之躯，然而肉的比重恐怕不如肉人。例如，一个瘦骨伶仃的无知者，称之为肉人恐不合适，最好还是称之为愚人。例如阿 Q， 称之为愚人还说得过去，若称之为肉人便极不通。而一个肌肉发达而无知的妓女，称之为愚人也不妥，还是称之为肉人为好。不过如上文所说，称呼时要小心，因为妓女并非全是肉人，不少妓女乃是智人德人，只是绝非圣人。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思维大约不如今人细致，写字不如今人方便，所以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应当说得一清二楚。古人既然点破，接着就需要我们自己再细想，以区别对待。当然，我们比古人要进步的一点是，我们知道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一种人的时候，这种概念已筛选过滤了许多东西，于是这个概念离开那种人本来的丰富存在往往很远。所以用一概念规定某一种人时，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就以这25种人的概念来说，同一个人就可以用多种概念来形容他。譬如猪八戒，说他是肉人倒也有些像，他好吃懒做，像猪一样，嗜好睡觉，嗜好食色，长得也像猪一样肥胖，而智能又低，一个字也不认识，这些均符合肉人的条件。然而他有时却也有点小聪明、小狡猾，而且还有武艺，可以和师兄孙悟空协同作战，后来竟然死心塌地的和唐僧走到底，以至成佛。这一下，老猪便从第24等的肉人一跃为头几等的神人真人了。对于肉人，做智能判断比较容易，而做道德判断就比较困难，甚至可以说肉人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有些肉人很凶恶，有些肉人则很善良，猪八戒就很善良。因此肉人并不是坏人，当然也有些近似肉人的人是很恶劣的。例如《红楼梦》中的薛蟠，此人在下酒令时所胡诌的几句打油诗，每一句都带有粗俗的肉味，但他却没有道德感，却很讲交情。说他是肉人，是因为后两项特征太微弱，以致肉的特点太突出，所以说他近似肉人也不冤枉他。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我见到的准确意义上的肉人的形象有2个，一个出自台湾作家李昂之手，他的小说《杀夫》中的屠人陈江水，就是个为知性与屠宰的肉人。他只生活于肉世界，与肉世界的彼岸精神世界绝对无关。他在肉中欣赏自己的暴力，也是他的本质力。无论是在猪肉中还是人肉中，他是肉人，把妻子林氏也当作肉人。然而非肉人的妻子终于不能忍受他的肉的暴力而把他杀死。我在屠人论中分析了这个人，此处从略。另一个肉人形象则出自大陆作家玉罗锦之手，他的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女主人公我的第一个丈夫董卫国就是一个肉人。这个人善良、勤劳、有力气，但他除了壮实的身躯之外，其他的属于人的精神部分几乎消失了。他无辜，但也无知无灵。他的存在几乎是单纯的肉的存在。女主人公在北方极端孤独无援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出身很好的肉的存在作为丈夫。这个存在一切都无可指责。他没有智慧，也没有罪过，他没有灵气，也没有邪气，他没有雄心，也没有坏心眼儿。他有爱，又似乎又没有爱，他的爱只是肉形态的爱。女主人公在初婚的夜晚看到这个硕大的肉身男人高高壮实地站在她的床上，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她说不出这个壮汉的罪恶，她无法把他推向任何一个道德法庭，她只能深深地感到这其中包藏着一种不平与不幸。而我们倒是可以为他找一个理由，这就是因为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无辜的善良的肉人，而女主人公遭遇到的恰恰是一个富有灵性的女子必须接受一个毫无灵性的肉人的悲剧，或者说是人的灵必须消亡于肉之中的悲剧。然而男主人公化为肉的存在的本身又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的心灵生长机会的人的悲剧。他不是注定应当成为肉的存在的，但是正当他有了肉之后，却丧失了补充他作为人的另一方面的东西——文化、知识、灵魂。他不是自我剥夺，而是被社会所剥夺。在60、70年代里，大陆的一代青年都遭遇了这种悲剧。仅仅文化大革命就不知制造了多少像董卫国这样的肉人。其实批判独立思考和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都是制造肉人的机制。如果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连绵不断，连知识分子也会退化为肉人的，与此相应，整个社会就会肉化。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奇异国度，尚没有想象出一个肉人国。我想，倘若他想到，一定会设计出许许多多令人发笑又令人悲哀的故事。但是肉人现象绝不是中国的国粹，在西方，肉人正在大量繁殖，高度发展的物质潮流正在窒息人的精神，高技术派生出大批的技术奴隶，就是机器人。而高度发展的经济又使人变成广告的奴隶，这其中有许多就是肉人，而且肉人的生意愈做愈发达，不仅是女妓男妓，还有只知肉的享受的非妓家的普通人。他们常常在电视上做纯粹的肉的表演，表演之后他们的生活也绝对与精神的生活无关。世界的现代化浪潮，物质主义的洪波固然使不发达的国家羡慕，但是这种洪流正在使社会肉化，使肉人大群大群的产生，这是不是也值得忧虑呢？社会现代化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们在呼唤现代化的同时，是否看到人类社会的肉化趋势？我常为中国的现代化呐喊，但呐喊之后，一想到迅速蔓延的肉人现象，脑子就冷静很多，甚至冷到会产生一种噩梦，梦见未来的环球世界乃是拥有金钱的肉人的世界。